俄罗斯一再表示不怕美西方的制裁，俄罗斯对制裁已经免疫了。那么这只是说说而已呢，还是说真有底气，已经做好了各方面的准备？陈先生。那么实际上俄罗斯经济在某种程度上已经逐渐适应了这个制裁的节奏那么能够在这个制裁的条件下来基本稳定的这样运行。而且呢，俄罗斯政府确实也是出台了很多的政策，你包括去美元化包括这个进口替代政策。那么俄罗斯也是积累了大量的国际储备它现在这个黄金的储备以及外汇的储备总量达到6000多亿美元。所以呢，它确实能在一定的程度上应对制裁的这个压力。美欧实施的新一轮制裁措施，真能制住俄罗斯吗？沈先生怎么看？这个看资本市场反应就可以了。一开始很惊慌的，全球下挫，过2天全面反弹。为什么？因为美国和西方反复强调，这个金融制裁不包含对俄罗斯能源的制裁，不包含石油跟天然气。俄罗斯的石油跟天然气跟欧洲是深度绑定的。欧洲47%的天然气是俄罗斯供应的，40%左右甚至更高的石油是俄罗斯供应的。这个东西欧洲就是要用的。当然，现在这事儿呢，也是因为就是这事儿开春了，稍微要暖和一点，好一点了，可能消耗会好一些。但是后面欧洲非常清楚的，你这个能源把俄罗斯得罪死了，那欧洲就是嫌钱多，然后把钱全部卖给美国，然后去弄，还不一定能够拿到。其实不仅是禁止俄罗斯使用斯威夫特会给欧洲带来损失，暂停北溪2号让欧洲摆脱对俄罗斯的能源依赖，转而购买更加昂贵的美国天然气，这也是欧洲受损而美国得利。让北约国家增加国防开支，这是欧洲付钱而美国军火商得利。所以我们看了一圈下来，所谓制裁俄罗斯，往往也都是欧洲买单而美国得利的事儿。欧洲是看不出来吗？还是不在乎？美国跟俄罗斯较量，摆上桌面的筹码却主要是欧洲的利益，这种局面可持续吗？在欧洲的国际关系历史中，它存在2种逻辑，一种是海权的逻辑，一种是陆权的逻辑。实际上，在16世纪以后，这个海权对于陆权一直是一种博弈或者压制的一种状态。现在来看，实际上在英国脱欧之后，英美这种海权国家在合流，那么欧盟呢，越来越变成一个陆权性质的一个政治集团。那么如果欧盟，尤其是法国和德国与俄罗斯接近，大家可以设想一下，就是德国的工业技术制造能力加上俄罗斯这种资源的话，实际上在整个欧亚大陆会形成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经济区。这样的话，对于海权，对于英美这种海权的国家来说，实际上是一个比较大的威胁。实际上就是北溪2号这个事情，从这个它看起来是一条能源的管道，但是我觉得是大陆国家之间的一种连接，就是英美是担心大陆国家形成一个集团。其实在历史上，这个英国不断的去离间欧陆国家是一个惯常的一种手段，也就是英国人一直讲的那种光辉孤立光荣孤立，现在讲这个美国人讲的叫离岸平衡。就在普京宣布承认乌东2地区独立的当天呢，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主动打电话跟王毅国务委员兼外长磋商了很多问题。他一反常态，承诺美方不寻求搞新冷战，不寻求改变中国体制，反对台独，无意同中方冲突对抗。那么孙先生怎么看他在这个时间点的电话和表态，是忽悠人吗？我觉得布林肯的表态肯定是有权宜之计的考虑，因为在2个星期之前，布林肯在澳大利亚还表态说，这个印太才是美国的战略中心，中国是美国面临的强大的或者是竞争对手、战略竞争对手。但是现在我觉得情势在发生重要的变化，就是在应对俄乌危机的时候，美国是需要中国进行协调的，比如说在联合国层面这个进行这种大国之间的协调。美国去推动的印太战略实际上遇到了非常大的一个牵制，因为首先这个印太本身就很空旷，另外一个就是美国去推动印太战略的一个前提就是它在大西洋地区、大西洋共同体、北约包括欧盟的这种战略稳定。如果没有这个后方，或者它的后方乱掉之后，实际上你再去推进印太战略是受到很大的牵制的。
这个我觉得是一种结构性的变化。针对乌克兰的最新局势，关心国际政治的中国网友也纷纷发表自己的看法。有人就认为呢，俄罗斯和西方在东欧的博弈较量进一步加剧，客观上会减轻中国面临的压力，甚至说中国又喜提20年的战略机遇期。对于这样的一种看法，沈先生怎么看？你说机遇期，机遇期都是自己争取出来的，而且客观的讲，实事求是的讲，你看今天的世界主要的竞争方式是什么？它跟冷战时期已经是不一样了，它不再是拼谁的武器多，也不是什么谁打掉谁的问题，是看谁他的发展更好，治理更好，让自己老百姓过上更好生活，让世界跟着他一起发展，然后让世界变得更好。现在竞争的是这玩意儿了。这个乌克兰在那边打得起劲的时候，你看新闻，中国在干嘛？中国在用军用运输机给汤加在运物资啊。那个火山大喷发，那个时候全世界眼光一直过去，然后咵一看，就中国还在那儿默默的，唯一的在那儿运物资的就是中国，没断过。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跟美国的这种竞争已经基本上超越了1970年代尼克松访问时期的那样一种特点。所以呢，我觉得大家对此也应该有清醒而全面的认识，这个是比较重要的。事实上，对于欧洲地区乃至全球而言，在疫情还未消退的大背景之下，俄乌之间发生军事冲突，势必会给全球应对各种危机带来更多挑战，很有可能会导致全球局势变得更加复杂、严峻、紧张。那么，中国面对这一难局，应该如何保持战略清醒？应该如何趋利避害？又如何发挥负责任大国的作用，劝和增稳？乌克兰的事情过来了之后，我们很简单，我们不选边站，我们没有轻易的选边站，我们强调什么？我们强调叫做说公道话，做公道事。什么叫说公道话，做公道事？了解这个事情本身发展的是非曲直，了解这个事情清楚之后，恰如其分的做出自己的判断，这是第一。第二个，我们坚持自己的发展道路，做自己正确的事儿，沿着正确的方向做下去，保持自己的战略定力。那么冷战结束之后的一系列地区性的战争也表明呢，战争其实并不能解决问题，只能是造成破坏。所以说，中方一直在呼吁各方要通过谈判、磋商去解决分歧。最后呢，我就觉得我们需要有清晰的、清醒的国家利益观和战略观，认清当下以及未来一段时间中国的国家利益所在。以捍卫和实现国家利益呢，作为我们的外交和战略的出发点。